哎，大家好，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大马人，我觉得是一个真正的吃货，而且要聊一个你没有想象到的话题，就是中国菜在大马，你是喜欢的吗？喜欢啊，超喜欢，真的有市场，这大大颠覆了我的认知。我原先认为是，大家会不爱的，可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开出来？要从 Brown 的身上找到答案。我现在要验证一下他是不是真正的吃货啊。老师，你是哪里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知道，哎，我是中国人。是，然后嘞，你是哪个地方？我本身是这个彭亨州的，然后就在我18岁的时候就来了这个吉隆坡的这个地方上学，然后就在这里，其实现在算起来应该有差不多16年的时间了，很快哦。那就差不多一半在彭亨，一半到 KL 这里。对，对，我先验证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吃货。我问一下啊，在雪隆区，你觉得最好吃的 Nasi Lemak 是哪一家，或者在哪里 ？OK， 这个雪隆区的这个Nasi Lemak 的话呢，就是很多大众以为的，就是只是那个我们叫做 Village Park， 是在这个Uptown 这个 PJ Uptown 啊。但是呢，那个我个人觉得，我也走出那个 level 了，是吗？我是觉得那个还好，因为它比较就是说，它比较不太马来人，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 Nasi Lemak 的话，就可能比较那种很传统的，就是可能纸包装的啦，还是那个香蕉叶的啦这个的话，你就要去那个Jalan Tututu，也是在 PJ 它是在靠近你知道安利的总部对面有一条好旧的一个 food court， 马来人的 food court， 对，我有很多可以探索。那你觉得在雪隆区最好吃的猪肉粉在哪里？OK， 猪肉粉的话，其实好吃的在我办公室楼下是有一间就有一间公司的后面，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配料比较足，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放猪腰啦，然后还有这些这个猪肝啊，这些这样的配料，蛮不错。它有一个叫做猪筋肉那个很好吃。叫什么名？那个它是在一个 food court 里面，然后它叫什么名字忘了。但是如果要去，可以带你们去啊。什么区域啊？在这里。它是在我们叫做 SS3 PJ 的 SS3 对。哇，这个果然很厉害。那再来一个印度的。最好吃的 biryani 在哪里？最好吃的 biryani，OK， 这个坦白说啊，我都有常吃这样的菜啦，就是说没有好吃的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我在这个 marketing agency 里面工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刚好是这个开斋节嘛，就是他们叫 Buka Puasa，然后我们公司就有跟外面订了回来一大锅，它是用羊肉啊。直接放进去那个饭里面，把它煮出来，那个是超级好吃。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那个味道。好，大家从想象中拉回来啊，这看起来是真正的福利啊，这个已经没得跑。那我就要问你，中国菜在大马时间久吗？因为像我们来了以后啊，其实我们大概来3年嘛，一开始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啊，这几年我是看着它慢慢变多，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吗 ？OK， 我觉得它是这样啊，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中国菜的时候呢。它是应该在2019年，然后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间叫做有一个湘菜馆就在这个三威的那个附近，它跟我的办公室蛮靠近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个星期可以吃几次，这么好吃啊！就那个味道的，因为我们 OK， 其实本地的人为什么能对中国菜的那个接受度那么高呢？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所面向的这些媒体就是说这些主流的这些social media 啦，这些东西都，我们从时间上的中国啦，然后在这个小红书都看得到蛮多来自中国的菜，因为在以前还没有这种中国的媒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对中国菜没有概念。OK 可是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去推广这种
麻婆豆腐啦，然后这川菜些酸菜啦这些东西。那时至今日来说的话，就中国菜你看有川菜啊，湘菜啊，有些这个新疆的菜啊，然后形式上有火锅、烤串啊，也有一盘一盘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是你也尝试过的？就是在这么多不同的菜系里面嘛，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或者说都喜欢？你是说菜系吗？还是菜的种类？菜系吧，像川菜啊、湘菜啊这些派别。其实对我来说啊，川菜跟湘菜它的那个东西太接近了。对，你觉得是很接近？我觉得很接近。OK，你看湘菜的麻辣跟湖南啊、四川的麻辣其实很像，我是觉得。所以你都会去？我都会去尝试。你在哪种情形下就是会去？是一个人去吃，或者跟朋友去、家人啊，或者这个公司同事啊庆祝啊，是哪种情况？一个人比较少，我一般上就是跟家人啊、朋友啊去吃。但是在于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说，川菜的这种类型啊，比较不太适合我们这里的那个比较老一辈的，因为可能它比较油啊。很油，很多油，很油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都会普遍上会去尝试。我会去尝试。有没有哪些是中国的菜系啊？但是你是不会，你肯定不会去吃，或者你就少才会去？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拉面嘛。拉面。OK。因为我是觉得拉面的话，它这个。是叫新疆拉面吗？有新疆拉面、兰州拉面这些都有。兰州拉面，我是觉得它的这个标榜牛肉面，但是它一般上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牛肉的分量特别少，很少有几片嘛，薄几片，要不然薄几颗这样。然后它的口味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接受度不够大，不够广，它的那个地位可能也比较尴尬OK， 大家还真的是非常懂啊。那我要 challenge 你啊，其实有一些观众也会跟我们反馈嘛，他们有些人并不喜爱中国菜，因为他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些缺点，比方说像你刚刚讲很油，很辣，有些人呢还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预制的不太健康，有很多 chemical， 科技很活嘛。还有呢，就是它的marketing 很多，这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反正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声音嘛，你会你觉得呢？你有哪些是认同哪些是不认同 ？OK， 其实我觉得中国菜啊，其实它价格高，它就有点像当初台湾菜啦、日本菜啦，还是西餐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就是。你把其实那个材料其实也就那些材料，但是都是这样的吗？就是说材料也就是那些材料，但是标榜的那个菜系，只要有一个国家的那个名字冠上去的话，它的价钱就可以被拉高。你觉得它是贵在了一个国家的品牌，还有这个稀缺性是吧？就是它很新鲜，对，会觉得我去尝试一下，对，就会比较贵。对，像肯德基刚刚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卖对，很多。所以你看肯德基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要可能你考试考的成绩好，你才可以去吃那个肯德基它的那个价位是定在于就是说。我们叫 reward，你做的一些比较好的，还是你生日庆典才有的家人才会带你去吃这个肯德基这样的东西。哇，这个你有解开我一个疑惑像你现在是30多吗？你身边的朋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年轻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吗？或者有不同的想法对中国菜？我圈子里面是属于喜欢的我圈子里面属于喜欢。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接触这个中国菜嘛，那个时候我们可能1个星期可以去吃好几次哇，所以现在还是会去，现在比较少，因为很多时候因为中国菜我们去中国餐馆吃的话，可能价位比较高。那我现在已经进化成能够在家自己煮了。说看你在家煮些什么？我告诉我一下。在家里煮的话，比较拿手的就可能就是这个。麻婆豆腐啦，然后这个农家小炒肉然后就是你爱吃的那些烤鱼啦，然后水煮鱼、水煮肉，然后还有什么
酸菜鱼都很复杂哎，而且人家是觉得这个好吃去吃，你是好吃去吃以后把它给吸收回来，对，自己去做。所以我老婆在家就讲，因为我老婆是这样哦，我老婆她不太像我们那么 foodie 知道吧？就是，但是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她也会跟着一起去吃。我只是在家做这种菜的时候，就觉得在家其实也能吃到外面的味道。你刚说你也是这样子，你太太才这个嫁给你啊？对，算一下，去各个中国餐馆2年可能要花3万块钱啊，找你的话，点哪道菜都能做回来。没有，因为很多时候以前人家就讲嘛，你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啊，进出都是花费嘛。其实最重的花费就是在饮食吧。那饮食的话，你既然能够把外面的饮食学了回家自己做，那你可以省了一大笔嘞。当然这个省一大笔不是这个重点，重点是因为我们爱吃，就想说，如果能在家做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随时想吃的能够有吃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啊，其实你自己做也会更加健康一点，少油少盐啊，你可以控制可以用更好的料啊。对，哇，这是一个好办法把这个那种菜的口味给学过来。对。OK， 你觉得中国菜有没有对我们当地的不是我们你们的当地的马来西亚的那些一个档口的摊主或者那些本来的大马的餐厅造成一些冲击，会有吗？我个人是不太会觉得有什么大的冲击的，因为中国菜呢，它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叫 daily food，它不是一个 daily food，它是一个比较。它属于是一个在特别的环境下或者特别的节日才会去吃的一个食物啦所以它的地位是不是就类似你们去吃日本菜、韩国菜对法国菜这种感觉？它的地位就是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现在中国餐厅变得太多？有些人会觉得你看成为 Velocity 或者哪里看过去就是全部都是中国菜，全部很像，好像到了中国一样。是这个会让你感到担心吗？我不太会觉得担心，是因为可能对我来讲，我们爱吃嘛，就是说他来的话，我们有觉得我们就去尝试但是他能不能够长久，这我们就不知道。讲得很好因为如果本地不接受它，大家不喜欢你的味道，你的这种煮法，你用的料，自然它就会被淘汰掉。你是这个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新的餐饮业进来。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就是尝鲜的心态嘛，尝过了以后，可能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要排一个大场了，然后可能终于尝到，也可能觉得这个菜可能它不太需要去排队然后可能久而久之，如果它的那个产品本身它的产品力不够，就是让那种消费者有回头率的话呢，可能。维持也比较难。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像我们原先在中国很多品牌它一旦做，它都会盯准某一样东西叫做单品爆款。对，这个店只是卖卖什么什么饭，这个店就是卖比如重庆小面，或怎么样，用一个很明确的颜色，然后大量的投入广告。所以我想换一种眼光来看的话，你会否觉得本地这个大马的餐厅，他们宣传就太少了，太小，会有些吃亏，或者说未来竞争上总是会失利呢？你是说他就是专做单品是吗？就是中国餐厅是这样吗？对不对？那这个对大马的这些勤勤恳恳，比如说还是第2代接班啦，做了50年啦，只做这一种，但他从来不打广告，他们会不会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有些吃亏了？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国情其实是这样来看。有一些是卖猪肉粉的，有一些卖虾面，有一些卖炒粿条。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优势来说的话，可能他们就是用30年去练一道菜，靠时间沉淀靠时间沉淀。然后可能第2代接手的时候，这家店本身已经有那个名气了嘛，有了名气以后，他们去接手再去继续经营的话，其实也不会太难OK， 因为他继承了上一辈得到的一些客户经验名气都能够继承下来。对 ，OK， 面对中国菜的冲击，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影响吗？我觉得不会因为吃酸菜鱼的人
他吃酸菜鱼的人呢，他不一定不吃虾面啊虾面是他日常饮食。 ，OK，然后酸菜鱼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节庆食物就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因为我们在中国有这个感觉嘛，就越来越多的餐厅它品牌化、资本化之后嘛，就是它用的料其实没有这么好。然后它添加的味精啊，或者各种 chemical 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就是你口感就会觉得不好吃或者口干啊，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或者说他们到了大马以后，就不是这样来做菜？因为我们在这里其实没有尝试过中国菜。在马来西亚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还不太会去分它的那个菜本身是不是添了那个科技与混合，或者还是它是预制菜，还不太会分，因为毕竟中国菜在马来西亚它还属于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那个嘛OK，你看我其实看到很多大马的这些小店嘛，或者是档口啊，他们每周可能还要休息个1到2天嘛，然后摊主都是秉持着说小锅一锅一锅煮，觉得这样口味更好嘛。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去吃的那家猪肉粉，老板就是一小锅一小锅慢慢一锅一锅煮出来的，你问他说那多煮一点吗？他说那样口感不好啦，客人不喜欢啦，就他还是很坚持嘛，很有匠心嘛，应该是。对，对，这个你觉得他们需要改变吗？就是批量化、SOP 化甚至于提前就煮好吗？他这种应该是要去学中国餐厅的做法，还是说就坚守他的这些坚持？其实马来西亚的在餐饮业的国情其实我看到是这样，很多时候这种厨师或者是这种餐饮的店铺的老板，通常都是做厨出身的，然后对他们来说，那个品质的管控，他们很多时候只相信自己，要自己下手炒啦，下手煮啦，还是说要一碗一碗煮才比较能够去控制那个产品本身的品质。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对于老一辈的这些厨师他们会比较坚持，也比较难去把它变成 SOP OK， 我觉得你其实也跟我们揭示了就这种坚持的两面性。一方面很难，就是说 SOP 化扩展；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就是做厨师出身的，他更相信这个自己，更相信这个手艺。他可能有利有弊这个就使得我对 Roma 他为什么这么懂吃他到底是做些什么的很感兴趣。要不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吧？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么懂吃主要我们是做这个branding and marketing， 就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帮助这些餐饮业做落地，就是从它的品牌命名然后到 logo， 到包装，到拍摄，到整体的那个宣传落地引流，都是我们所涉猎的那个方向这样子。那哪些人会是你的 target customer？有想法但是不能可视化的，就是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 discussion 嘛，就是说可能你们刚刚进入这个餐饮业，然后很多东西可能你靠自己的话，看的那个方面可能比较窄一点。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所以我们曾经就是接触过不同的这些餐饮业的餐饮人，然后呢，从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去认识到不同的餐饮业的痛点所以我们就能够跟你们做一个分享，让你们就是说比较容易的去看清，就是你的定位啦，还是说这个你所要的客户画像是怎么？而且我非常感谢荣今天给到我们一个视角就你看待一个新的餐饮或者一个新的国家的餐饮进入这个市场，不是简简单单以好和坏来衡量就是你真的能够剥开发现这里面哪些是值得学习的，它怎么能够反而促进给到大马餐饮更丰富的一些选择这个让我就是大开眼界。我原先还是有停留在一些0合1的这个阶段。我是觉得你不要怕，因为大马人劝我不要怕中国餐饮是因为餐饮这个东西就是它越多选择，其实这个行业就会越蓬勃嘛。所以变成就是说不要怕，只要把自己的那个
所坚持的那个品质啊，还是品控做好，产品做好，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重点啊。讲得真好，回到了精髓。好，那么如果你也爱吃中国菜，或者你有不同的意见啊，那欢迎就评论啊。无论如何，请点赞啊。如果你要起一个自己的品牌啊，要在 marketing 啊、branding 啊，在 design 上有想法，就找 Rom 就对了。是好，Thank you Rom，好，谢谢。谢谢，拜拜。